海洋是孕育万千生命的摇篮，全球有1半人口居住在海岸线100公里的范围内。靠海而建的渔港，则承载了一个社区的繁荣与衰落。不管渔港如何变迁，世代在此立足生根的人们，始终守望着彼此，也守护着这片休戚与共的大海。日本四面环海，自古渔业昌盛。位于本州岛西海岸的涉水市，是个历史悠久的渔港社区。这里依富山湾而建。富山湾不仅是日本最富饶的渔场之一，2014年还获得世界最美海湾的荣誉。涉水市位于日本海和阿尔卑斯砾山的连峰之间，由于山峰和深海造成巨大的地形落差，而形成了这天然鱼池富山湾。富山湾内拥有非常充足的天然物质，孕育出充沛的渔场，也喂养着这里一代又一代的讨海人家。不足10万人口的涉水市，平日里大部分时间总是安静而悠闲，而唯一能够划破宁静，让社区热闹起来的，就是渔船返港的时候。渔船回来了，回来了！现在这个季节呢，是这里捕获红楚蟹的季节。但是因为最近台风过境，所以呢，外面的风浪是很大的，没有满载而归。但是最起码还是有大概1半的红楚蟹会进来，所以我们可以去看一下它现场进来的感觉。来了来了，我可以吃到红楚蟹喽！呀吼 ！Hello。他们连出海捕个鱼啊，回来都感觉好像已经收工了，干干净净嘞，好新奇哦！我觉得这个就是他们的一种，他们的民族的一个特色吧，哦，就是洁净自律，包括渔夫。新凑渔港是当地最大的渔获集散地，出于对海洋资源的保护。红楚蟹只在每年9月到隔年5月开放捕捞，其中又以9月到12月的红楚蟹味道最好。捕捞季的时候，渔民会在前一晚出海设置笼牢，第2天再验收成果。在涉水市，每个季节都预示着不同的渔汛。冬天狮鱼洄游，春天萤火游鱼靠岸。夏天盛产白虾，秋天则属于红楚蟹。涉水市的4季轮转，在新凑渔港的拍卖市场最一目了然了。尽管今天的渔获不算丰盛，但一列列整齐排开的螃蟹，宛如一张巨大的红毯，场面仍非常壮观哦。走路都要小心一点，你踩到一只脚就是几十块，好大！我再举给你们看。比我的脸还大，而且我觉得他们这边很厉害的是什么，你知道吗？直接所有的拍卖师他们就用眼睛去看的，就可以把所有的大小长短非常有规矩的列出来，所以那边是最大的，然后依次慢慢的变小。拍卖前，上等的红楚蟹会标上1条红色的标签，顶级的红楚蟹则标上红白2条标签。为了确保渔获新鲜，渔港特别增设了日本少见的午间拍卖，观光客还可以到2楼围观。
我会很期待，待会在一个非常竞争可能会很激烈的一个拍卖会场上，如何井然有序的去进行，这我很好奇。今天渔港来了大约20名买家，有附近餐厅的厨师，也有海鲜零售商，个个都对肥美的红楚蟹虎视眈眈哦。拍卖的铃声一响，竞标开始，买家做出相应的手势。随着此起彼落的叫卖声，很快的红楚蟹就被一扫而空了。真的，他们时间太准了，12点30分，铃声一响就开始进行拍卖，整个拍卖是井然有序，一点都不乱。然后在12点39，就是10分钟之内，他们就结束了所有的拍卖。而那边在拍卖第一轮的时候呢，后面就开始在做清洁的工作，真的是让我觉得非常的佩服他们。拍卖会得以顺利进行，背后需要一群经验丰富的工作人员。松井先生就是其中的关键人物。松井先生是新凑渔港渔业协会的职员，主要负责拍卖会的协调工作。他自幼在这个丰饶的港湾成长，对这个港湾再熟悉不过。ここの場所は昭和50年で、それ以前は、ちっちゃな漁村がいくつもあって、で昔から江戸時代からあったんですけれども、それが昭和50年ぐらいに一つの大きな港として、集約されて、で今に至るって感じですね。所以在拍卖会一般来的都是什么样的人？仲卸輸出したりとか、県内富山国内各地に発送する人が、大半ですね。あとは地元の料理屋さん、お寿司とか居酒屋さんとか、そういう人がほとんどですね。哦，所以有没有游客特地来这边进行拍卖的？買えないの。Cannot. Can you teach me simply one? I try. 1早くね、もっと早く faster. 2、3、1, 2, 3, 4. 5、啊6、7、8、 ，8, 9、 9, 10. 10は10。哦 ，the other hand. Hey, hello, 一起。Yes, yes. 哦，要有技巧的，非常要有技巧。从零散的小渔村汇聚成今天的渔港，从江户时代过渡到今天，除了捕鱼的器具和船只随着时代更进，讨海人的文化习俗基本维持不变。渔船返港、卸货、整装再出发，依旧是这个社区的规律日常。Hisao桑呢，他今年已经63岁了。他18岁的时候呢，就已经成为了一名渔夫。每天你都是几点出海捕鱼，然后几点可以回到港湾？夜中の午前1時に出港します。戻ってくるのは朝の8時か9時ぐらいに。每一次都会有非常丰沛的渔获吗？还是有没有空手而归？あります。風強い時とか現場所まで行って帰ってくることはあります。OK， so 对于富山湾将来的前景，你有些什么看法？今資源保護で漁獲の上限設けて年間に800トン。乱獲はせん限りね、そういうカニはいなくなるいうことはまずないと思うんですけども、だから規則守ってね、あまり取りすぎないように操業していけたら末永く続くのではないかとは思っています。因为社区子民的自律和爱护，每一年富山湾的渔汛总会依约而至。而其中部分的渔获会被送到不远处的 Kido 鱼鲜市场，为等候已久的老饕解馋。Kido 呢是这里的地方方言，意思就是新鲜活跳、食欲大开的意思。然后你进来到这里呢，就可以看到色彩缤纷的布帘，还有非常多关于渔获市场的食物，又或者是物品，可以自己随意走动。看鱼新不新鲜，看他的眼睛就知道了，明亮、透彻，
黑白红分明。但是我最喜欢的是这个，哇，它的身体还有虾蛋。我找到了一个这里独有的特色，这里是卖 ice cream 的哦，不，这里的 ice cream 是和白虾结合在一起，我不知道会是什么样的味道。有一点咸咸的，回甘之后有那种虾米的一点点那个鲜甜味，但是它这个是实实在在有虾在里头的，因为它是把白虾剁成粉之后呢，跟制造冰淇淋一起用的奶油啊什么，把它制造成的，所以不是沾了一只虾就叫做虾冰淇淋。外面的世界瞬息万变，但在这个社区，传统的风味连同渔港的风貌和人情，却似乎都被封印进了他们最引以为傲的海产里。嗨，大西，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我这么大一只的红楚蟹，大概是40新币。如果你不会吃的话呢，这边有教科书，但是我可以叫塔克西大概的教我，以免我暴殄天物。これ外します。啊哈，そしたら全部。哦，就这样拔。好，那我拔另外一边。哎呦，清脆，哔啵哔啵的这个海鲜的声音。そしたらここは大贝，这个螃蟹的鳃是不要的，要把这个拔掉。たらハサミで、剪开它所有的关节。でここ。好，我来试看看了，就像吃大闸蟹一样嘛，差不多就是这个关节，我们先把它一个一个剪开。我们先把步骤做好，然后才大块朵颐。然后这边可以这样抠出来这些蟹肉，有看到一丝一丝的就被划开了，然后再用筷子来品尝这个蟹肉。果然不一样，真的很鲜甜，难怪这个红楚肉被称之为味之女王。它的肉的质感太好了，它是一层一层分明的鲜甜味。这是我在日本第一次吃到这么狼狈的，但是它就是要这么吃法。因为吃拉面你要吃到，在这个社区吃这个螃蟹，你就要知道啪啪啪啪啪，表示美味しい。新凑渔港是在地渔民出航的起点，而鱼鲜市场则是饕客的目标总站。对涉水市的渔家而言，只要渔港还在，这个社区捕鱼、卖鱼、吃鱼的独特文化就会延续下去。对当地人而言，什么样才是最美味的海鲜？永远都是最简单的料理方式。在这个鱼市场，无论是生食又或者是干货，都尽最大的可能保留原汁原味。这对在地人来说，才是最靠近海洋的味道。据说涉水的意思是指河水出海口，顾名思义，水源是构成这个富饶社区的根本。受惠于日本沿海较高的降雨量和降雪量，骊山连峰上的积雪融化成水，形成河川，最终汇入大海。河川干净清澈的水质，成了当地重要的水资源。哇，好漂亮哦！请问一下，这个是什么地方呢？これは海洋丸パークといいまして、この船が海洋丸が役目を終えて任務を終えてこちらの方の富山県の方に来た時にここを整備して海洋丸パークを整備してこの船を迎え入れた。日本にはその時に日本丸と海洋丸っていう2つの帆船があったんですが、日本丸は横浜太平洋側に、海洋丸は日本海側に来たんですね。で今ここに係留されている。那请问一下，这一艘船的船龄有几岁了1930年就航ですから今現在93年。
你绝对看不出这一艘船的船龄呢是已经93岁了，但是它航海的时间只有59年。但是59年，你知道它绕航了多少的海里吗？总共106万海里，也就相等于是绕了地球50周。而且它的航海日期呢是一个非常漂亮的时间点，是2月14号情人节，因此呢这边呢又被称之为恋人圣地。海王丸商船代表着社区的过去，新凑大桥就象征着它的现在。直到今天，新凑内川仍是当地重要的水路。晴朗的上午，从海王丸乘船出发，穿过各有特色的桥梁，成了游览涉水市重要的仪式。横跨河川的是2座桥梁，则是社区内的知名地标。这延绵3.5公里的新凑内川，它沿途经过了小镇、丁屋，还有船舶，还有两岸非常优美的风光，让这里赢得了日本威尼斯的称号。为什么会在这里建造12道橋呢？この川がそこに住む人たちの生活の場だったわけです。ですからこちら側のサイドとこちらのサイドを常につなぐ橋がもう必要であったっていう、だから至る所に橋があったということですね。この橋はもう吾妻橋っていう全国的にも珍しい屋根付きの橋です。設計者はスペイン人のセザール・ボルテラっていう方が設計して建てられました。然后呢，还有另外一个用大理石雕像做成的一个手指，那个有什么特别的一个象征吗？作者はその大理石の彫像に人、心、愛、夢という4つの思いを込めて作られたっていうふうに聞いております。过去，新凑内川曾作为日本海沿岸商贸船只往来的运河，鼎盛一时。而今码头荣景不再，只有两岸残旧的仓库，让访客自行想象过去的辉煌。在2005年的时候，当地人也成立了一个非营利组织，他们最主要的事情就是处理外地人要移居到涉水市的事宜，同时还有旧屋翻新，以及清洁河川，还有复兴他们的旅游观光业，以及吸引年轻人回流。为了活化社区，组织利用旧仓库改造成可以播放电影的小影院、咖啡厅，不定时举办展览。同时，还将老宅改造成极具特色的民宿，让游客体验在地的生活方式。我々がいろんな活動をやってるんですけど、まずこれには空き家がたくさん多い。だからその空き家を調べて市の空き家サイトというところに載せて、それを全国に発信してるという。だから我々は空き家を壊したくないという、家はそのまま継続して残したいという、そういう運動をやってます。で全国から今若い人も移ってきていらっしゃいます。だから中には、美容院を開かれた方とかゲストハウス開かれたとか、そういう県外から移り住んで、来られた方いらっしゃいます。为社区注入新元素，正是因为想留住它的老，让传统得以延续。除了社区的老房子和生活方式，涉水市居民想留下的还有鱼糕。鱼糕是日本人喜爱的零嘴小吃。过去为了防止生鱼腐坏，日本人便将鱼肉搅碎，接着蒸熟或烤熟，制作成鱼糕。现在我们就要请师傅现场为我们现做在涉水市非常有名的鱼糕。はい。じゃあ今から色を合わせますんで。现在要做红色的鱼糕，这是有一点要像我们做鱼丸的那个鱼浆啊，只是不同的鱼，然后他们又加上了自己的这个颜料，做出来就是鱼的糕点的那个意思。How many colors do you want to do？ 白合わせて7色です。好，7个颜色都出来了。で、先に下地の色をつけたいので。这个要有想象力的，因为师傅说呢，这个是一只鹤，然后鹤后面是一个有一点像我们日本的国旗哈，
然后也有一个太阳升起，表示万事向阳的感觉。根据记载，从12世纪开始，鱼糕变成了寓意吉祥的食物。如今在节庆或喜宴上，它们仍会以各种精致的造型出现。跨越千年，缤纷多彩的鱼糕依然见证着涉水人每一个重要的时刻。So Chef，你做这一行、学这一行已经多久了？ 27年です。那你有没有想过，你这个手艺怎么样的能够继续传承下去？私たちでは、子供からお年寄りまで食べやすくするためにかまぼこのチップスを開発して、かまぼこの文化というものを残していきたいと思い、チップス化を成功させて今もう販売しております。で、作り手の確保としては、若い方にもっともっとそのかまぼこの魅力を私たちの努力を見ていただいて、それを皆さんに知っていただいて、この伝統ある細工かまぼこを残していきたいと思っております。大海赋予了这座社区独特的风味和文化，而涉水市的魅力不仅在于它丰饶的渔获、壮丽的山河，更源自社区里每个人与它的深刻连结。会社自体は昭和15年からやってるので、地域には密着した食文化です。富山湾は急に深くなっとるから、港から出て操業場所までの間が時間短縮できるのがね、だから地形には恵まれとると思います。自分的には。やっぱり漁業の町だから、こういう漁港が中心に発展してきた町だと思うので、それがないとなくなるということはやっぱり地域にとって良くないことだと思うので、これを守り続けていかなければいけないんじゃないかなと思いますね。美丽的港湾是上天赐给涉水市的礼物。抬头望，白云悠悠，群山连绵；低头望，俊秀河川，壮阔的大海。当地人都相信，以海为生，与海共存，唯有将涉水市的渔港文化永续保存，才不会辜负眼前的这片大海。正滨渔港曾是北台湾最大且最重要的渔港，位于台湾本岛与和平岛之间。在日治时期1934年完工运作之后，往来兴茂。全盛时期，渔港内曾停满1000艘渔船。80多年过去了，产业移转没落，海洋依旧永恒。现在的正滨渔港褪去产业的喧嚣，却有着独特宁静之感。时代产业的足迹依旧鲜明。认识基隆正滨渔港的起点是那排五颜六色的彩虹屋。这片斑斓喧哗的色彩，2018年出现在一个常年靠海讨生活的宁静渔港，充满了戏剧张力，对比强烈，朝气蓬勃，隐隐预示了正滨渔港的时代转身。英国作家艾伦·迪波顿在他的著作《幸福建筑》里面曾经说过，每一种建筑的样式都是对幸福的一种理解，而要认识基隆正滨渔港的起点，就是那片五颜六色的彩色屋，缤纷的色彩非常有朝气，与周遭的环境形成了强烈的对比，而这其实都在象征着正滨渔港的时代转身。有趣的是，能为我们解说基隆渔港蜕变的人，不是基隆人，而是一位在台北工业区长大的年轻人。不是在地男的林书豪，因缘际会参与设计翻转、地方创生、正滨渔港计划专案，与伙伴成立新滨山共创，希望创造100年渔港的文化创意复兴。嗨，葛说好吗？对，你好，我是葛凡。你好，欢迎来到基隆正滨渔港。
这个地方其实过去是一个渔业港口，那目前在做转型，所以现在已经成为基隆很典型的代表地标了。有，我看到很多人在这边拍照。是，基隆市政府在2018年的时候花很多体力，希望能够让这一个彩色屋出现在整个海域的旁边，希望把在地的渔业的文化重新整合，让很多人理解。那这些彩色是谁选的？为什么会选这些彩色？问得真好。当时市府就邀请文化大学景观系，让师生一起做在地田野调查，希望能够盘点出在地的颜色。当然后面有很多的专家一起协助规划这个彩色屋，那中间也包含说在地居民的参与很重要。那我比较好奇的是，你不是基隆人，那为什么会选择来这边工作啊？其实当时我2016年其实就来到基隆生活，发现其实在基隆文化艺术这一块其实是比较缺乏的，所以我们就开始做了很多在地的行动，包含艺术策展、跟艺术家的媒合，以及周边店家的一些串接跟合作。这样听起来你是比较想要重新塑造这个渔港吗？没错。那你可以带我去看看一下基隆吗？好，没问题，我们走。我们现在来到这个地方叫做正滨旧渔会大楼，在日本时期的1934年所设立的一个行政大楼。正滨旧渔会大楼是日治时期基隆最具代表性的渔业产业建筑，当时称为水产馆，是全台第一栋渔业建筑大楼。其实基隆市政府花了很多时间重新修缮，那未来就要做成一个新的 OT， 让企业进驻。OK， 所以以后会开放给民众。会。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窗户。其实，在整个建物里面的唯一的2个圆形窗户就在这里，这2个圆形就是代表鱼的眼睛，那鱼的嘴巴呢就是这个正门口。哦，你不讲完全不会发现呢。哦，被你这样一说，我就看得到鱼了，真的是一条鱼的形状哎。对，很有趣。然后另外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瓷砖哦，我们称它13面钩砖，简称叫国防砖。因为日治时期的台湾需要做一些军事上的防备，所以用这个类似土的颜色在空中比较容易忽略这建筑物，就是射击飞弹的时候能够避开这个建物。而且它很耐脏哎，很耐脏，对不对？感觉起来很新，其实保存得很好。没错，因为在基隆虽然是多湿多雨的天气，可是其实你可以发现这些沟沟的地方是可以导流水的部分。不会在上面形成污垢，也不会形成发霉的地方。有，看起来非常的新。好，那我们往前走。基隆原指基地昌隆，旧名是基隆。日据时代，日本矿产资源匮乏，需要由台湾进口10米而建设海港，规划港区和河流的走向，并挖深港口，为基隆打造具备港口特色的雏形。光复后，政府重建遭战火破坏的码头和港口设施，使基隆港焕发新面貌。哇，这些船看起来非常沧桑哎。对。哎，为什么这个船头看起来不一样啊？它的设计其实有点道理，每一艘船头都因为它的经济能力以及使用需求，表征了它某种的态度。大概是1960年代到1990年代，台湾的远洋渔业渔船就是用这种典型的铁壳船作为代表。那这么大艘的渔船，其实说实在，在台湾现在很少见。如果这艘渔船会做得这么挺，其代表它的资金其实是够做这么帅的船，就是有钱人的船。可以这么说，当时有钱人做的船。那这些渔船会停靠在港边，没有经常使用，有很多原因。第一个就是经济使用的需求不是那么有效。无法养足整艘船的生活费，包含说年老的前辈他们都已经要退休，可是后来都没有新的年轻2代要上来，所以过去产业非常兴盛，现在比较属于产业在转型。那你怎么看待这个转型？转型需要很多的努力，需要很多官方、民间企业到在地的人一起来共同努力。加油！走。伫立在港边的钓具被赋予了颜色，细长的钓具即为在地人口中的扳针，仅存的3只，仅有2只还能运作，涂上5颜6色的外衣，引人注目。我觉得这个扳针看起来很老土，看起来很难看。以我做事的个性，就想
倒不如把斑针给踩上颜色。就是这样，突然一个想法，说我来涂看颜色，这样。突然心血来潮，就给它彩绘。渔港没落后，铁工厂的生意大不如前。邱松之每过一段时间，依旧为斑针补漆防锈。偶然的灵光一闪，想着若为斑针彩绘，鲜丽的色彩能否为沉寂的渔港注入生气呢？他毅然在9年前为斑针彩绘。第一次彩绘觉得不是很美，过了2年，对面的房子都开始彩绘了，就觉得斑针的颜色不够鲜艳，就重新再彩绘。所以当初涂这个颜色其实也没有特别大的目的啦，只是觉得想要把它弄漂亮一点。它的用途不是这样的，不是用来涂颜色的。那斑针原本的用途是什么？在民国55年，斑针是为了方便吊挂渔船的机械。斑针以前被用于吊挂重型机械进行维修，至今多用来吊挂小船，以进行洗船底、刷油漆、修补坏掉的玻璃纤维船壳。小船每年至少要检验1次，因此斑针还是维持着最低限度的需求。那你怎么看待这种已经没落了，可是你还持续留在这里？对我个人来说，我没有工作，就没有钱赚。那时候说没有工作，你都没有想过要搬走吗？有。可是当时年纪大了，快60岁了。要怎样重新来过呢？林书豪与新宾山团队透过设计翻转、地方创生计划，一起面对地方发展的课题，将作品视为发声的载体，再现正滨渔港的历史价值。关键点是，艺术的开创必须链接在地生活和产业。最想打造的不单是停留拍照的生活体验，而是一座饱含社区精神的渔港。取名为新宾山共创工作室，这共创的概念是什么？共创这2个字，某种程度是希望让不同的在地的故事以及在地的人物一起来创作，一起来发挥他的专业，为这地方来做一些努力。那你们现在做的这些事情，其实是刚好因为基隆正在转型而搭上这个风潮吗？还是你们本来就有这个想法，想要来做一些不同的？我觉得算是一个同步进行的双轨运作。刚好政府想推，然后民间的青年也想要做，我觉得是一个这样的观念。工作室除了创作以外，好像也是有在帮年轻人创业。对，没错。其实我们现在所成立的永昼海滨美术馆，它算是一个无围墙的博物馆。除了创作者进驻或者展演之外呢，另外也是创业。那因为周边空间产业的代谢，很多闲置空间很适合再提供给青年做事业体。那如果空间的产业越来越多元，对经济上也是有帮助。所以结合创作创业这2个轴线，就会让美术馆这件事情越来越成熟。那你觉得会有年轻人想要回来基隆这边？会，不一定是基隆当地的青年回来。我觉得就像我是一个新移民的概念进来这个场域是有的，因为只要喜欢基隆人，不一定是基隆人，他可以选择来这边居住。而且因为地区的关系，它其实离台北很近。是。我们看到正滨渔港转型的成功，其实透过很多团队和当地居民一起讨论的一个结果，他们找出人们和这个地方的关系和故事，才能呈现出这个地方独特的美，让转型不只是外在，而是从内向外发生的。港边廊带的店家与在地人模糊彼此的界限，真正生活在一起。斑斓缤纷的色彩蓬勃喧哗，隐示了渔港即将迎来的华丽转身。面向港湾的吉古拉散发浓郁的炭香味儿，这个以日本发音的渔串，竟是前来打卡客念念不忘的味道。
嗨，老板。哎，你好，你好，你好。这个是基隆的特产，对不对？对对，这只有基隆在做。那为什么叫吉古拉？吉古拉是日本的汉字啊，叫竹轮，这日本人留下来的，它是鱼浆做的，吃起来就像甜不辣一样吗？对，甜不辣是油炸的，我们是用烤的。吉古拉主原料是鲨鱼肉。日本人殖民时期，为了不浪费鲨鱼肉，而将鱼浆制成竹轮或甜不辣。当年日本人发现台湾人只吃鲨鱼的鱼鳍，把其他部位都丢弃，觉得很浪费，将鱼肉初步加工成鱼丸，却因口感不佳而把鲨鱼肉稍加调味，经炭烤或油炸来提升鲨鱼肉的味道。1937年，日本人在基隆设立竹轮工厂，曾有过1年生产150万条竹轮的记录哦。啊，很烫哦，要小心哦。真的是很烫哦，真的很烫，真的很烫。刚出来的，满满的鱼味，外层有一层酥脆的皮，真的很烫，当然很好吃。那现在这边渔港没落了，人潮也变少了，你觉得这个生意要怎么做下去啊？我们做的时间其实也没有说很长啦，大概到11点多我们就休息了。那你现在看到这些正兵正在转型，看到这个彩色屋啊，有一个什么彩色的斑针，那你有感觉到人潮慢慢的在回来了吗？现在就是在做观光啊，所以假日的时候这里很多人啊。正滨渔港附近的和平岛为北台湾最早有西方人足迹和汉人入垦的地方，拥有丰富自然资源、地质地形、人文史迹与生物多样性的丰厚资产。经营和平岛公园的黄伟杰，他的心愿就是要把这里推向国际观光舞台。就是对这块土地的热爱。自己的家乡，希望说让人家看到这里的美好的东西。那当初是怎么会有这个想法来规划这个公园的？以前在台北就是做旅游业的，一直觉得基隆好像我叫做很不入的城市，对，常常下雨，很容易忧郁，对不对？心情不好。但是我也说不入叫做过门而不入。对，那你不会停留下来，经过点而已。对，那我希望它可以创造一个是我们可以骄傲的一个代表性的景点。所以我在2018年的时候，把这个景区打造成一个很 chill 的、很放松的，然后大小朋友都可以玩的一个地方。你可以带小朋友来玩沙，来这边青海去玩水，那你也可以进行很多的 DIY 的体验活动。很棒，很棒，是一个可以接近大自然的一个地方。是。还有你后面还有一个海水无边际泳池，我们叫蓝海水池。它大概平均水深在2米到2.5米。你看它天然的进水口，所以它的潮差的水深度是天然的。然后里面非常多的鱼，你是跟它一起游，它大部分不怕冷的。然后我左手边这边是我们叫做地质管制区，是2000多万年，属于一个大寮城的一个地质年代。它形成砂岩跟页岩，然后不断的被侵蚀，所以形成奇岩怪石的地区。但现在我们都把它做成一个管理式的开放，让人家又可以亲近这块土地。那办这些活动、经营这个公园，你觉得对和平岛这个社区带来了什么影响？我们这几年其实会先做一件事情，先找地方的认同，做到一定的标准了以后，让地方的居民感觉到，好像有改变哦，好像有个样子。然后这1-2年，我们很努力的去做社区，包括行程的串联，或者一些店家的一些辅导，透过我们公园的影响力跟能量，去跟他们一起合作，就是这几年一直在努力的。那在经营这方面有没有碰到什么困难或挑战？当然一定会有。我说不可抗力的好了，其实我们这边靠海边，所以每年的10月中到隔年的3月都是东北季风的季节，那时候刮大风，对，下大雨又很冷，其实大家印象都不会来海边，要避开。对，但是我们一直在努力的去创造冬天来基隆的理由。黄伟杰开设的岛屿选物店，转化在地元素的商品，寻求富有地方化内容风格，让消费者能从中感受到地方风景。可凡你来基隆一定会有喝过的一个东西，石花冻。对，就是石花冻。但你知道石花冻的原物料长什么样子吗？没看过，我只看过像爱玉的这样东西而已。就是这个，很像菜瓜布的。哦，石花菜采上来的时候是这个颜色，
这是一种海藻类，它是一种海藻类的。然后它每年大概3、4月到5月的时候会长出来，然后它经过海女婆婆7次的曝晒阳光，7次进淡水，它就会变这个颜色。有没有很漂亮？它会变金黄色的，所以你用水去熬或电锅去熬，它就会自然就变成冻了，什么都不用加。好神奇哦，很神奇的，这是大自然给我们的礼物。好，来喝看看。它是天然的胶原蛋白，然后有膳食纤维，这对身体非常好。看起来好像是饮料，但它其实是果冻。对。更重要的是，我们不是卖产品，我们需要卖的是文化。以前都是 Okinawa 琉球那边的海女教我们在地海女去采集，所以现在海女婆婆老的都退休了，年纪轻的都不想接续下去。对啊，那怎么办？碰到这种困境，所以我们就希望可以透过一些产业，让它有很稳定的收入。所以我把它做成伴手礼品牌，把它销售出去，让这个采集文化或者这些年轻人有意愿延续下去，我们就可以用产品力去把这个东西更永续的发展。哇，对。基隆人爱喝咖啡，与美军有关。当年美国军舰停靠基隆港，把喝咖啡的悠闲生活风气一并引进，留下浓郁的咖啡文化。哎，谢谢，请喝。哇，怎么会选在一个基隆一个咖啡店密度这么高的地方开咖啡店？当初其实不是想开咖啡店。想在这个环境做户外证婚这一个行业，台湾要找到一个这样子海景第一排可以证婚的地方应该不多。那借由这个活动，借由这个婚礼，也可以带动和平岛这边的一些观光。有这样的一个味道，不敢说它是否有办法推动观光，但至少我们把一个新的产业把它带进来。其实基隆从以前它就有很深的历史跟文化的那个底蕴在。这些年可能大家对于基隆观光的印象可能都是小吃，那现在市政府它已经有把一些历史的遗迹重新修复，就是想要让这个城市原本有的历史变成它观光的重要的元素。对基隆有深厚感情的，还有伟杰的老朋友阿信，他开的海产店保留了正滨渔港的风味哦。我们都叫他信哥，他是斜杠。怎么说？我跟你说，他又是海南哦，他又是艺术家，所以你看这个身后的这些，什么他的作品，出于他自己的手，很厉害。看不出来，你之前是读什么的？就美工科。怎么来开海产店？有兴趣第一个啦，第二个我是渔民啊，食材都自己取得方便了。那你要不要介绍一下？这边这么丰富。好啊，先从最近的这个。这我知道，葱油饼。虾饼不是手工虾饼，像葱油饼。很多客人慕名来吃，因为在外面吃不到啊。OK。建议先吃原味，也可以沾我们自制的酱料。有没有感受到一股香气？那绿绿的那个。很特别，就是那个清香味。《本草纲目》介绍它就是蔬菜之王，你闻一下，这本身就非常香。它有刺哎。当然啦，所以又叫鸟不踏，这个鸟都不敢碰。其实很多原住民的料理，也就用这样子一个天然的食材料理去入料理这样子。然后再来左边这一道是安康鱼，安康鱼早期在基隆是没人要买。深海鱼的一种，对，但是现在开始大家慢慢知道它的营养价值之后，就水涨船高。怎么样？很嫩哎，嫩又 Q 哈，很像在吃鸡肉。对，这个时候是非常新鲜的，所以你可以吃到非常地道，又是我们北部在地的。现在要取得这些海鲜是会越来越难啊？是不难，是量越来越少。像这个安康鱼就现在变得很少。那怎么办呢？就是大家就要环保啊。所以像你看你后方这些钓竿，其实都是信哥的。我们在推广一个永续渔法，就是一支钓。一支钓就是一个船长开一条小船，架2支钓竿，然后早上出门，晚上就回来，所以很环保。因为渔网一次把它捞上来的时候，它其实是大小鱼同吃，那对生态是个浩劫。那我们用钓的不会钓到小鱼，我们都是钓刚刚好的中大型。那你来基隆多久了？15年了。那15年前的基隆跟现在有什么改变？你觉得？也变蛮多的。这几年推动观光，然后整顿很多老旧的东西，所以现在很多人来看的都惊艳。对，因为我记得我以前来基隆的时候，会觉得这边好像有种岁月感。可是这次再来啊，就看到这个彩色屋，加一点色彩以后，好像整个就活过来了。活过来了，没错，没错，没错。这群热爱基隆的人众志成城，
希望透过推动观光旅游，让基隆如同400年前一样被看见。这企图心的背后，体现了在地年轻世代对家乡的热爱。或许就因为看好，所以愿意承担，让基隆正滨渔港社区更加美好。